我们先来看第一道题，我先帮你把题目解读完。这个题目问你说，论点它背后依赖什么假设？题目就是要问的是这个论点的假设。我们知道是假设题。你现在先不要去看选项，你先去看上面的这3行文字，给你30秒的时间去思考结论里面出现了什么新概念，然后哪些地方是这个结论突然蹦出来，但是呢前面的理由却没有讲到的东西。首先我先讲你们的确是有发现这个 beneficial 这个新的字出现，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光讲 beneficial 这个字就太模糊了，明明题目我定义的更仔细，题目定义的是什么？定义的是对心脏的好处，所以这要小心哦。就是新概念不是只是抓一个单词就叫新概念，而是说你要把这整个句子看进去，去想这整个句子有哪些所强调的内容是前面没有讲过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结论很明显，在这个地方，心理的压力跟运动一样，对心脏是有好处的。那它背后所使用的证据或者是理由是什么呢？背后所使用的证据跟理由叫做，当今天我们遇到心理压力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血管的反应是跟我们去运动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前面的理由只提到了心血管反应，后面就突然跳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对心脏有益，这就是所谓的新概念。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连的那个逻辑叫做血管的反应真的等于对心脏有益吗？那如果今天有选项完全没有去连到这2个东西，没有去连到这个 logical gap，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删掉，就是快速的筛选。剩下的选项，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有什么进阶的处理方式。那我们现在来看快速的筛选，你就会发现，我们要去连到心血管的反应是不是等于对心脏有益？首先，第一个，运动对于就是减轻心理压力很棒。不是啊，我要知道的是有没有办法连到对心血管有益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应该不是我们要的答案，它完全没有去连到对心血管有益，所以这个选项会被我们排除掉。B 选项说身体里面短期的心血管的反应，一看到这个我们会觉得，哎，好像有想尝试，对不对？好像前面这个地方心血管的反应代表了它对身体的长期的效果。但你发现长期的效果不等于对心脏好，整个身体不等于心脏啊。也许他对身体的肺好，他对身体的脑袋好，但他不一定对心脏好。可是我们题目就是让你去连到心脏，所以 B 选项也不是我们要的，所以 A 跟 B 都被我们排除掉。C 选项说这个心血管的反应，它是可以让我们拿来当指标去衡量对心脏的好处，它是不是就是完全我们要的答案？我们就是要它去连到心血管的反应跟对心脏的好处，所以这个选项会保留住。而都选项说心理的压力会对整个身体有好的效果，可是问题是，我们要的不是整个身体，我们要的是什么？对心脏好。OK，所以这个选项会被我们排除掉。那一选项运动对于维持我们的心脏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是最好的方法。它的确是有讲到维持心脏健康，可是它没有帮我们连回什么？连回刚刚讲的心血管的反应，所以这个选项也不等于连的连接。所以最后这道题答案就直接会选择是 C 选项。只有 C 选项能够把理由中讲到的心血管的反应连到说能等同对心脏有益。所以各位，如果今天我们只抓到 beneficial，那就导致一件事，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今天不需要特别在乎，只是对心脏，好像今天不只对心脏，只要对整个身体有益，我们也觉得它是连得起来。这时候你可能就会选到 B 选项，或者是不一定要对心脏，只要对整个身体有益，我们都可以连得起来，你可能会选到 D 选项。但实际上，人家要的非常的确切，就是对心脏有益。所以 B 跟 D 讲的是对整个身体，它不一定等于心脏，这是我们绝对不会去选的。是不是自己平常在抓新概念的时候，你虽然知道你要抓新概念，可是你却没有把它看整句话看进去，你只是去看几个关键字。那当你自己自动把概念简化的时候，那就容易做错。所以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里面呢，当然这个题目问句也是很简单的，就是说你说这个要什么依赖什么假设。那我们现在再给大家30秒的时间，有发现了吗？有没有人发现结论里面出现了什么新概念？这个厂商他们的计划没有达成目的，这样的指控是错的。每个人都知道结论这个地方。我们现在重新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他说，为了要去就是应对公众所散发出来的忧虑，那今天这个坐飞机的厂商他就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去减少他们坐飞机所会产出的这个废弃物到一半。那这个计划在推出来的1994年推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每个工人会产出90磅的废弃物。
那到现在呢，到去年只剩下产到每个工人40磅的废弃物。所以呢，我们认为有人去指控说你没有达到目标这件事情是错的。结论在这个地方，可是问题是，你想一件事情，这个结论有实际的内容吗？没有实际的内容，说你没有达到目标是错的。那到底目标是什么？这才是重点。所以你不能把这句话本身就当成是跳出来的新资讯，因为这句话本身其实它没有实际的意义，它的意义是不完整的。你必须要知道它的 goal 是什么东西，所以你必须要根据这句话去连到这篇文章刚刚曾经讲过的，它的目标是什么。这句话本身只能跟你讲说，你不能说它没有完成目标，你要真的连到的是什么？要连到的是这个地方，就是它有没有降低了它的总废弃物的量到一半。你的结论表面上看起来是它是结论，但是呢，它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只是跟你讲啊，你就是没有达到目标。可是问题是目标是什么？你要知道目标是什么，你才知道到底有没有新概念出现。所以你必须要根据这个点回去追溯到文章里面实际讲到的东西。所以最后它的意思其实要充实。为什么？它的最后的结论是说，他们不是没有成功把总废弃物减半，也就是说，他们有成功把总废弃物减半这样的概念。OK，好，所以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结论跟他的理由之间的新概念是什么呢？来看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叫做1994年的时候，每个工人平均产出90磅的废弃物，但是呢，现在减到了每个工人产出40磅，对不对？那我问各位一件事，请问这个证据跟最后结论的中间的断桥是什么？最后结论呢，它给的是总废弃物的量，我帮你用另外一个颜色标起来，给的是总废弃物的量。但是呢，它的证据给的是每个工人所产出的废弃物量是一个 rate。所以现在的重点就在于说，好，每个工人产出的量减半，是不是等于总量减半？那现在我们就要去想哦，这两个中间要怎么样才能连得起来？你要至少让工人的量、工人的人数是一样的嘛？如果今天工人的人数一样，那当然就是减半就等于减半。那如果今天工人的人数更多的话呢？那这种时候每个工人产出量减半，最后总量不一定会减半。所以我们说不要变得更多，我们至少要一样或者更少，不要更多。那我们在看这些选项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个来快速筛选。什么意思？我们已经抓到 gap，叫做你要把这个数字换算成这个总量的数字，你一定要去知道到底有多少工人了。中间的 gap 就是工人的量。所以如果有选项没有提到工人的量，就可以把它排除掉。我们来看哦，像 A 选项的部分，他说 The amount of non-hazardous waste generated each year by the passenger jet division has no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ince 1994。他没有提到工人呢，删掉。B 选项至少去年跟1994年相比，有一样数量的客机被制造出来了，那跟工人也没有关系啊。我们需要知道工人的量，我们才能去把那个断桥连在一起啊，所以我们也会把它排除掉。C 选项说什么？说1994年开始，其他的部门他们呢也成功的去减量了。可是问题是我在乎其他部门没有意义，我要看的就只有工人的量，所以这三个选项都没有去提到工人，我们把它排除掉。那你在第一轮筛选可能会比较快一点，所以看到都选项的时候，我会把它保留起来。我看都选项说什么，有提到说工人他们每周所使用的工时，好像没有比1994年的时候多，至少提到工人。好，一选项还有说，哎，工人的这个数量，1994年没有比去年还要少，至少提到工人的，所以我们把它留下来。那留下来之后呢，我们第二轮再回去细部的去看，到底这道题目它要的 scope 是什么？什么叫 scope？就是它对于某些名词的概念所定义的范围是多少。来，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两个选项牵涉到了工作的时数，另外一个没有牵涉到工作的时数，单纯只是讲什么？只是讲工人的数量。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刚刚所看到的这个 gap，它所给出的数据就是直接说每个工人能产出多少的废弃物，最后直接跳到总量。那请问各位，我们需要去在乎工人实际工作的工时吗？这个是在我们的 scope 之内吗？并不是。所谓的 scope 就是指名词定义的范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给我们的数据就是每个工人可能产出多少废弃物。要推出总量的话，我们只需要一个东西，就是需要乘上工人数量。那至于工时，这不在我们的 scope 之内。所以最后这道题
我们会把讲到工时的 do 选项排除掉，我们最后只在乎的是工人的数量有没有多还有没有少。所以这道题答案是选项。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已经完整的示范了2轮筛选了。第一轮跟刚刚第一题是一样，就是我们去抓到结论里面出现的新概念，只是各位要注意，不是死抓，而是你要去思考这个结论里面讲的意思是不是完整的。如果这个结论里面讲的意思是不完整的，就像你刚刚看到的，这个结论只是讲说没有达到目标，可是问题是目标是什么？那你就要去从前后文里面把那个完整的意思补回来，你才能去真正的思考到底这个结论跟背后的理由中间差了什么新概念。那当我们把完整的意思补回来，发现结论真正的内容是有成功把废弃物减半之后，我们再回去对照它背后的证据是由每个工人产出的量，我们才知道中间的 gap 叫做要乘上工人的数量，到这个点里才算是预想完成。那前面这边完成了之后，下面看5个选项就会很轻松，只要你看到没有对到我们的 gap， 就把它排除掉。OK， 那你说 Dustin， 你刚刚前面这么一大坨预想，这个不会很花时间吗？那如果我选择把这个时间放去看下面的选项，让选项多一点时间思考，那不是也可以吗？我会说这样比较危险，不建议你使用。我们从最基本的概念讲，请问各位，是这个地方的字数多，还是5个选项加起来的字数多？应该绝大部分的题目都是文章的字数比较少，5个选项加起来的字数比较多嘛。那如果你不从字数少的资讯开始推论，你从字数多的资讯开始推论干嘛？你一定是要去抓字数少的开始去做推论。再来第二个，这些字这3行字逻辑是不是连在一起的？是有关联的，它是同一篇文章。这5个选项逻辑是不是连在一起的？不是，这5个选项各自是独立的叙述 ，A 跟 B 没有任何关联。看完 B 之后 ，C 跟 B 也不会接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这边不先去形成一个自己的想法，你再去进到选项区，你就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逻辑推演，你就会被选项带走。所以呢，有些人会说 Dustin， 我宁愿我文章看得快一点，我直接进选项。那跟你相比，你选择把文章读得慢一点，你先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这个预想，再进行选项。这2个谁优谁劣？我可以毫不犹豫跟你讲，我都会一律建议你先看文章，从文章里面有独立的预想之后再去进行选项，就是因为刚刚这个理由，文章的字比起5个选项加起来字数还要少，而且文章里面的逻辑是连贯的，5个选项的逻辑不连贯，所以如果你不从连贯那边有一个自己的预想，你看5个选项就容易被带走。那我们看第3题的地方，问句也是问说这个论点的结论背后是依赖什么假设？当然，我在别的研讨会里面会常跟大家强调问句的重要性。不过，因为今天我们都是假设题，那所以呢，我这边就反而今天重点不是强调问句重要性，而强调假设题解题方法。那我们现在来请大家花30秒的时间看文章，然后呢，告诉我这个文章里面结论新跳出来，但是它的理由却没有给到的资讯是什么？来，我们花30秒的时间看。的确是有把理由讲出来，然后你也有把结论讲出来。不过我们要想的，先想第一步，就是先想说它到底最后拖了什么新资讯。我们要想的只有一个东西，叫结论里面出现的新资讯。我们先讲一下故事内容，就是说市场研究人员他们最近说，在接受访问的那个人里面的90%他们是反对这个广告的。认为说这广告可能是有点涉及到，就是可能 maybe 歧视女性啊，或者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之类的 whatever， 就是碰到了政治正确的地雷。那但是呢，这个广告它的消费者大概占总消费者的20%，就是20%消费者最后选择买了它。所以呢，这个广告至少20%的人是不觉得反对的。那现在我们知道结论是要去证明这个广告至少没有被2成的消费者反对。那他背后所给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背后所给的理由叫做有20%人最后买了。那现在各位有没有看到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买单等不等于你对这个广告是不反对的？你买了这个东西等不等于你力挺它？也不能说力挺，等不等于说你不反对它？买等不等于立场？那根据这个点上呢，我们就知道逻辑的 gap 叫做购买对广告的态度不反对的关系。那我们现在来看到这5个选项 ，A 选项，我们第一轮筛选就是先看快，先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帮我们连到这2个东西。第一个，它完全跟我们讲到了，就是反对的人有可能也会买啊，直接讲到了购买跟广告的关系。B 选项也讲到了买这个东西跟广告的关系，买的人是不是对于这个广告是够熟悉的，他也讲到了关系。那 C 选项也讲到了说，就是买或不买
跟他们喜不喜欢这个广告的关系。多选项说什么？说很大部分的人都需要自己洗衣服，所以他们需要买。可是问题来了，你讲到你要去买东西，可是你没有讲到你跟广告的关系，他没有去点到广告跟购买之间的关系，你只有去讲说你需要去买，但是你没有讲说这跟广告什么关系。一选项呢说这个实验里面大部分的人是女性，那关我什么事？我们要的是你要连接起购买行为跟对广告态度的关系，所以最后我们会先留下 A、B、C 这3个选项。那现在想请各位再花1分钟的时间重新看一次文章，再加上这3个选项就好，不需要看读跟译，然后告诉我你认为最后的答案是哪一个。我们给个提示，思考一下方向态度。我们现在先来讲一下这个题目，我们刚刚说它所缺乏的逻辑 gap 是什么？叫做你要用购买这件事来证明人家不反对，你要让这个论点、这个连接能成立，愿意购买去证明这20%人对广告态度不反对。注意哦 ，assumption 是要让论点成立的，是要让逻辑连起来，不是要打破论点。A 选项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他说购买了，却还是反对啊！你有没有发现？A 选项的确是有去点到这2个因素，购买跟反对，但是它的逻辑好像是要去让这个论点被削弱。A 说购买可能也会等于反，可是我们今天要让这个论点成立，耶 assumption 不是说是作者为了要让这个论点成立，他预设要连起来的东西吗？我们刚刚说要连起来，就是购买等于不反对，要连起来是这个点。那如果今天你给我连起来是叫做购买等于反对的话，那请问那是不是就反过来了？所以刚刚选到 A 的同学，其实你们就会马上意识到，哦，我现在慢慢开始才学到东西，是只学一点是没有用的。一开始根据 Dustin 前面所讲到的，抓到新概念，我学到说，好要删掉 do 跟 e，留下 A、B、C。但是呢，抓到新概念之后，你就知道考场上下一步你要做什么。下一步是要辨识方向，所以你看，你现在马上就从自己的错误中学到了说，我不能只是看到有连接出我刚刚抓到的 gap，我还要去进一步看到它的方向是题目要的方向，是要连起来的方向。所以 A 选项它是一个陷阱，它让你直接看到了 gap，但是它走的方向却是把这个 gap 切断掉。可是我们的假设是要让这个 gap 最基本程度能成立的。那 B 选项有没有办法成立呢？至少这些人是要有看过广告，要对广告熟悉的，才有办法证明他们是反对或不反对嘛。如果今天还记得我们刚刚讲吗？假设是什么最低限度能让论点成立，所以如果你今天对于一个选项有点怀疑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式的 negation，意思就是万一这个选项不成立，论点会怎样？就像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去证明这个叠叠乐里面的积木是关键积木？很简单，万一我抽出来，我们就想象一下，万一我把它抽出来，这个大楼会不会倒塌嘛？万一我抽出来，大楼其实不会倒，那代表说这个积木不是关键的积木。万一我抽出来，大楼会倒，代表说这个积木是支撑大楼的关键积木。所以，如果你对一个不确定怎么样的选项，你知道它有关，可是你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是关键的关系，你可以做这个测验，就是万一这个选项不成立，论点是否会崩溃，是否会不成立，结论是否会不成立。如果结论不成立的话，那么这个选项就是关键的因素。万一这个选项不成立，那你的结论会不会不成立？如果会不成立，那这个选项是关键的因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万一把这个东西抽出来的话，整个大楼会倒塌。那我们现在来看哦，这个选项我们只知道它有去同时提到对广告的好态度，也有同时提到购买行为。那我们来看哦，他说这些买的人，他们也对广告熟悉。那我们来做个测试哦，来做个 negation 测试。好，万一买的人不怎么看过广告的话，请问各位，你还能够确保他们是反对广告或不反对广告吗？你就无法确定了，你就不能信誓旦旦的说他们不反对广告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论点就会被削弱，就会崩塌。所以这个选项就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假设，你要确保这个假设成立，你的论点才有可能会成立。万一这个假设不存在，你的论点就会不成立。所以 B 选项我们会把它保留起来，因为它通过了我们刚刚讲的否定测试。那 C 选项说什么？说那些不买的人都是反对这个广告的。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要证明的是什么？证明的是买的人，对不对？购买了，
对广告态度不反对，请问各位，我们要证明购买了的人他们对广告态度不反对，那至于没买的人，他们的态度怎么样，跟这群买的人有任何关系吗？就像我说，我们要证明去日本的人是喜欢日本的美食，那你不会去调查没有去日本的人，没有去日本的人他怎么讨厌日本，或他怎么对日本的看法，都不能去连到去日本人他们是怎么想。所以你要知道这些购买人的态度，你不可能去调查那些没买的人，这叫 scope 不对。因为你看我们的 scope 还是都维持在我看到我们的结论 scope 是维持在这20%有买的顾客身上。那有买的人，他们对广告态度的看法，你只能从他们身上去找，你不能从那些没买的人身上去找。就像刚刚讲，你要证明为什么这些人会去日本，你不能去调查那些没去日本的人啊。所以 C 选项它是属于 scope 的问题。我们今天要证明的是，有购买的人这20%人，他们对广告的态度怎么样？你去调查那些没有买的人，他们不管讲什么疯话，都不能够去代表买了的人他们的态度。所以之后这道题答案会是什么？会是 B 选项。所以你看这道题，我们又更进一步的跟大家讲，在2轮筛选里面所讲到的技巧。我们刚刚说的1轮筛选非常的简单，在前2道题里面所示范的1轮筛选就是观察结论，找出结论突然蹦出的新概念，然后去思考这个新概念跟前面的理由跟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的连接，用这个连接，这个叫 logical gap， 去快速的筛选5个选项，没有够到这2个连接的，全部都把它排除了。但第2轮我会用的方法就是什么？第一个，注意态度，我们要的是让论点成立，我们要的不是把论点打爆。第2个，注意 scope，我们到底是集中在讲哪一间公司、哪一段时间、哪一群人？哦，不要去把不相干的人事物扯进来，这叫 scope。第3个叫做否定检验。如果要知道这个因素是不是真正的关键，我们就是让这个因素消失，看看如果这个因素不存在之后，这整个论点还有没有可能会成立？如果这整个论点还有可能会成立，那这个因素就不是关键因素。如果今天这个因素消失了之后，这个论点就不一定会成立了，那么这个因素就是关键因素，就是真正的假设题的答案。我们现在来看第4题的地方，第4题的地方也是一样，我们先讲做第1步就好，大家不要想太多哈。我知道大家可能想要跳到后面去啊，怎么样怎么样之类，先做看选项啊，我们先看文章就好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哈。他说，当今天博物馆哈，他们想要去储存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的时候呢，好，那他们就要去遵循一些标准，然后去控制整个环境的温度跟湿度，让这些温度跟湿度的这个变动幅度尽量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温差不超过正负1度，湿度大概在50到60之间这么小的范围。那但是呢，就是要维持这种这么严格的环境是很贵的，是很花成本的。最近的研究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就算是年代久远的油画的颜料都不会去受到温度跟湿度的大幅度的影响。所以呢，博物馆就可以放宽刚刚讲的温湿度的标准，然后就可以省到钱，而不会说伤害到这些古老的油画。结论出现的新概念叫做不会伤害到油画，放宽这些标准可以省钱，不会伤害到油画。那它背后所提出的理由是什么？是古老的颜料。注意哦，这边的 pen 就不是 painting 哦 ，painting 的意思是指画，pen 指的是什么？是指颜料。他所给出的理由是叫做颜料不会受温湿度影响。最后给出的是什么呢？不用控制温湿度也能保存油画的。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的 gap 就很明显了？你用的证据是颜料，你最后要连到的是整幅画可以保存。颜料不会受温湿度影响，不代表你能保存整幅画啊。所以这个地方谁说颜料不受影响，就代表整幅画也不受影响。你会直接想到是什么？整幅画不一定只有颜料，还有别的东西。有看到哈，新跳出来是保存整幅画，它背后所使用的理由不是整幅画是只有颜料而已。所以谁说颜料等于整幅画，就是我们的解题关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看哪些选项会被我们排除掉。我们要建立起颜料跟整幅画的保存的相关性哦。第一个选项，它只有去讲到温湿度，就是说这些油画是在
温湿度变化很大的时候所画出来的。关我什么事？我要看的是颜料跟画之间的相关性。所以你跟我讲这个油画，这整幅画本身是什么时候被创造出来的？这个是跟颜料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会把它直接排除掉，迅速排除。B 选项说什么？在我们现在的标准之下，这些油画是不会劣化的。现在的标准很好，没有错啦。可是问题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是刚刚讲的，到底颜料跟整幅画的保存之间的相关性，所以我会把它排除掉。C 选项讲什么？讲说博物馆里面的这个油画更容易受到温度或湿度变化的产品。这个选项其实我们应该第一轮就把它删掉了。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的嘛，我要看的是谁说颜料就等于整幅油画，有没有可能有颜料之外的东西也会影响这幅画的保存？结果 C 选项没有点到这个点，所以其实这个我应该是第一轮就要把它删掉了。那 D 选项说什么？None of the materials in oil paintings other than the pen are variable enough to relatively wide fluctuations in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to cause damage to the painting。那我们发现一件事，他说除了颜料之外，没有其他的物质在油画里面没有其他的成分是会容易受到温湿度的影响。它是不是有点到了颜料不等于整幅画的这个逻辑？对，所以这个选项我们会保留起来。那一选项说什么？说大部分的油画都储存在靠近创作地点的博物馆。我不管你是放在什么地方，我只在乎的是颜料等不等于整幅画。你要帮我把这个逻辑连在一起就好了。一选项没有去点出这个关系。当然，这道题这样筛下来之后，会发现答案会是读选项没有错。但是，我们就假设我们还是把刚刚这套步骤做完。还记得我们刚刚步骤说什么吗？有几个东西。第一个是我们的 scope 是正确的。来，这个题目我们在讨论的名词就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那我们的 scope 是不是在这边也一样维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他没有去跳到什么现代风格的画，他没有去跳到什么水墨画、山水画，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雕塑的。所以呢，scope 第一个是正确的，就事论事的。第二个，态度上是不是正确呢？我们刚刚说要让这个论点成立，就是要去确保颜料就是等于整幅画。你要让论点成立，就是要确保它是成立的。那你看，都选项说除了颜料之外，没有其他的成分会受到影响，是不是就暗示了你只有颜料是什么会受到影响的成分？所以就是颜料等于整幅画。第三个，否定的检验，这个选项现在讲的是除颜料外，没有其他的成分会受温湿度而破坏。我们来看什么叫否定检验。还记得我们刚刚说什么？否定检验的意思是，如果这个选项所讲的内容是错的，是不存在的，是否定的，我们的论点一定不会成立。所以我们要什么句型？万一我们要用句型是万一有其他成分会受温湿度破坏。那我们想象一下，万一有其他成分会受到温湿度破坏，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如果放宽温湿度，就算颜料没事，但其他成分也会有事，所以最后呢，我们还是会去破坏到画作，所以最后我们就不能说我们的论点会成立，我们就不能说我们能保护画作了。所以万一他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万一这个选项所给的条件不存在了，我们的论点一定会被削弱，一定会失败。所以 D 选项完美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我们一定要确定没有其他的成分会受温湿度破坏，我们才能确定论点可以成立。虽然我们刚刚第一轮筛选就可以马上筛到D 选项，但是我们还是把刚刚的这3个步骤做完：态度、scope， 还有否定检验。研讨会所涉及的课件。好，所以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我上。